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今天的 Tony 開講要繼續談中華民國在台灣1960民國49年的歷史。這一年4月25日，興建4年多的台灣東西橫貫公路完工，5月9日正式通車。這條公路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條可以行駛汽車的橫貫公路，是由美國提供經濟資源及工程策劃，退伍會動員農民投入的築路工程。台灣中部橫貫公路的工程極為艱巨，公路新築期間共有212位工程人員殉職，而終於完成這一艱巨的公路工程。這一條橫貫公路通車之後，太魯閣峽谷也成為台灣國際知名的景點。這一年另外一件大事就是6月18日，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問台灣。這次艾森豪的亞洲行主要造訪亞洲的門邦，包括菲律賓、中華民國及大韓民國。艾森豪成為歷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在總統任期內訪問台灣的美國總統，所以當時受到中華民國熱烈的歡迎。蔣介石總統親自前往松山機場接機，然後2個人搭乘吉普車繞行台北市區。根據媒體報道，沿途有50萬名民眾夾道歡迎，而當時台北市的人口只有100萬人，所以可以想見當時場面盛大的程度。以上所說的都是1960年台灣發生的盛事，包括台灣東西橫向公路的通車，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問台灣。而1960年，台灣也發生一件重要的政治大事，就是雷震事件。那我今天主要討論的主題就聚焦在這一個事件。要評論這個事件之前，我想先交代一下歷史背景，讓大家了解。這個時代背景可以追溯至大清帝國的末代皇帝溥儀下詔退位，政權和平轉移，建立中華民國。然而，民國建立之後，隨後軍閥割據，展開混戰。民國8年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大致分裂為2派，一派主張效法歐美自由民主的制度，而另外一派則受到1917年蘇俄革命建立共產政權的影響，而主張效法蘇聯。而後來時局的演變，蔣介石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清除了孫中山時代聯俄容共政策之下在國民黨內的左派共產黨勢力，於是國共正式分裂，展開內戰。這場戰爭始於1927年，停停打打，又有表面合作，共同抗日，而最終在抗戰勝利之後全面爆發。1949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帶着100多萬的軍民撤退來到台灣，而開啟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時代。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得到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然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認同英美的自由民主制度，而反對共產主義。例如，知名的學者胡適就是自由主義者，而雷震也是。他們對於共產主義在中國節節獲勝感到憂心。於是，1949年，雷震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人籌備在上海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希望以此宣揚自由民主的理念，以對抗共產主義。不過時不我與，國民黨一路敗退，而最後退到台灣。而這些反對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別無選擇，只能追隨蔣介石總統來到台灣。胡適、雷震等開明的知識分子來到台灣之後，依原有的理想，在台灣發行《自由中國》雜誌，繼續批判共產主義。而當時敗退到台灣的蔣介石總統也積極拉攏這些開明的知識分子，並透過教育部撥款補助，協助《自由中國》雜誌社的運作。1949年的世界出現2個中國，依地理區分，一是大陸中國 （Mainland China）， 一是島嶼中國 （Island China）。以制度來區分，則分為共產中國 （Communist China） 還有自由中國 （Free China）。而蔣介石也以自由中國為號召，以對抗共產主義，因此當然會將《自由中國》雜誌視為是盟友。不過，隨着韓戰爆發後，美軍艦隊協防台灣海峽，
1954年年底，台灣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台灣外部的局勢已經穩定下來，而在台灣內部，經由白色恐怖打擊匪諜的作為，內部的局勢也穩定下來。而這個時候，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與蔣介石總統政府之間的關係逐漸變調。雷震認為，既然台灣已經度過存亡危急之秋，局勢穩定，那麼就應該依據憲法實施民主憲政，這樣才能成為真正的自由中國。然而，蔣介石則堅持目前國家處於動員戡亂時期，必須實施軍事戒嚴，並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中華民國憲法關於人民自由的權利。例如，憲法第11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例如，憲法第14條，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但是這些自由在當時都遭到禁止，或需通過政府審查認可之後才能進行。於是，《自由中國》雜誌的內容開始批評時政，而蔣介石總統也下令取消對《自由中國》雜誌的經費補助。《自由中國》雜誌是1950年代台灣最知名的雜誌，主要領導人都是1949年隨蔣介石來到台灣的外省知識精英。他們信仰自由主義，主張貫徹實施自由民主制度，然而卻逐漸成為政府的眼中釘。但政府雖然不滿，卻也不至於會有大動作，因為蔣介石明白，這些人都是自己人，絕對不會支持共產黨。而且他們有社會或國際聲望，主張自由民主，有錯嗎？所以當然就不好對他們下手，以免損害政府的形象了。然而到了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社終於與蔣介石總統發生正面而直接的衝突了。因為這一年，1960年，中華民國要進行第3屆總統的選舉了。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總統是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任期6年，得連任1次。蔣介石是在民國37年4月當選第1任中華民國總統，民國43年連任當選第2任中華民國總統。那到了民國49年，1960年，中華民國又要選第3任的總統了。因此，依法，蔣介石不能再競選第3屆中華民國總統。他至少必須跳過這一屆，然後下一屆再出來競選總統。根據傳聞，黨內幕僚當時向蔣介石總統請示指示時，蔣介石不置可否，而是回答說：“我覺得胡適先生也是不錯的總統人選。”雖然蔣介石總統這麼說，不過俗話說“天威難測，聖心如淵”，所以幕僚們也不敢大意，也不敢跟着照辦。那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當時各大媒體紛紛出現報道，中華民國各界，例如工商團體、婦女團體、農民代表、勞工團體，紛紛表態，敦請蔣總統繼續領導國家。而隨即國民大會也召開臨時會，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明定動員戡亂時期總統之任期不受一次連任之限制。所以蔣介石總統在萬民擁戴之下，深感責任重大，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以只好勉為其難地參與第3屆中華民國總統的選舉。而就在此時，自由中國雜誌社則堅持反對的立場，反對蔣介石違憲參選第3任總統。1960年5月4日，雷震發表了《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鼓勵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隨後召開數次組黨座談會，確定黨名為中國民主黨。參與組黨的人員除了外省自由主義者，也包括當時省議會的議員，例如李萬居、郭雨新、吳三連、郭國基、李元贊、許世璇及高玉樹、楊金虎、齊世英、夏濤生等，包括台籍及外省政治精英。他們並宣布，中國民主黨將於這一年的9月底成立。當時國民黨控制的《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台灣新生報》，則在頭版頭條刊登文章，誣指這些反對人士組黨是配合中國共產黨統戰，
企圖顛覆政府。9月1日最新出刊的《自由中國》雜誌，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殷海光寫的一篇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闡述了為什麼台灣需要一個反對黨。出刊後，9月4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以這篇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為罪名，以涉嫌叛亂的罪名，將雷震及劉子英、馬之驌、傅政逮捕。自由中國雜誌遭到停刊處分的命運，而雷震等人最終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史稱雷震事件。殷海光所寫的《大江東流擋不住》這篇文章，在現在的網絡還可以搜尋得到。那我將這篇文章的網址連結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那有興趣的朋友們歡迎一讀，我也建議大家一讀。而我在年輕時代讀過殷海光選集，而3年前我也曾經造訪位於台北市溫州街的殷海光故居，現在是台北市市定古蹟。殷海光當年因為他的言論觸怒當局，後來台灣大學不再續聘，國家對他的學術補助也告終止。他出版的書籍大都被列為禁書，從此失去版稅收入。而當時哈佛大學邀請他赴美研究，也被政府禁止出國。所以殷海光先生晚年生活陷入困境，而在1969年因為胃癌去世，年僅49歲。殷海光先生的命運反映了在戒嚴時代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的悲劇。雷震事件使中華民國在台灣第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胎死腹中，而下一次組黨已經是26年之後的事了。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台北市圓山大飯店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而民主進步黨的創黨元老之一傅政，正是雷震事件的政治受難者之一。這一次的組黨也是非法的，因為台灣當時仍處於戒嚴時期。1986年，台灣仍是蔣總統的時代，不過已經是另外一位蔣總統，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擔任總統。他在慎思之後，決定選擇放手，讓民主進步黨順利成立。14年後，中華民國在台灣首次完成政黨輪替。1960年的蔣介石總統雖然出手遏止了反對人士組黨的企圖，不過蔣介石總統心裡也明白，自由民主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 DNA， 所以他也需要自由中國這一塊招牌。所以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在1950年即推動地方自治。雖然台灣省主席仍由官派，但各縣市鄉鎮村里長都由選舉產生，而且是以提名本省籍具有實力的地方士紳為主。由於當時台灣實施戒嚴，又有黨禁，所以有志於仕途的人大多會選擇加入國民黨，也因此強化了國民黨在基層的實力。以1960年這一年為例，台灣21個縣市的地方首長選舉，除了基隆市、高雄縣分別由林芳王、於登發當選之外，其餘19個縣市都是由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當選。當時雖然國民黨是一黨獨大，但台灣各個地方不同家族之間本有不同的利益，而各自形成派系。因此，雖然國民黨一黨獨大，長期執政，黨內派系之間也會互相監督制衡，而少數非黨籍的民主人士也能透過個人實力，經由選舉進入議會，甚至透過選舉而擊敗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而當選縣市長。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台北市實施地方自治之後，第一屆、第二屆的市長分別由胡三連、高玉樹當選，都是無黨籍人士，擊敗了國民黨提名的市長候選人。所以民主制度從1950年代開始，其實已經在台灣的土地逐漸生根，而只是限於地方層級而已。這也造成台灣一個非常奇特的民主現象，
就是如果我們把台灣每一個縣市都當成是一個國家的話，那麼這些國家都是民主國家，因為國家的領導人都是由國家的人民普選出來的，而他們的施政也被人民所選出來的議會議員進行監督，然後定期改選。而相反的，1960年的中華民國總統，仍是由1947年中國各省所選出來的國民大會代表來投票。當年選出的國大代表，實際選出2961人。然而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台灣，這些國大代表並非都追隨政府來台，因此造成缺額的現象。而政府則是指派當年各省落選者，依票數高低遞補成為國民大會代表。1947年的國民大會代表，台灣省僅選出18位國大代表參與總統投票，而1960年這一年的中華民國總統，台灣省卻無法重新選舉國民大會代表，而仍然是由1947年選出來的台灣省國民大會代表來進行總統投票。這種荒謬的做法，使得1960年當選的中華民國總統，他的票數及正當性反而不如當時台灣各縣市任何一個村里長的票數或是正當性。這些村里長的每一張票都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扎扎實實經由民主制度而產生的，而中華民國總統卻不是，所以他的正當性其實還不如一個村里長。不過，國民黨從1950年起就實施地方自治，而又長期一黨獨大，所以國民黨在地方擁有強大的地方派系及組織系統。也因為如此，即使國民黨在公元2000年失去政權，但在台灣地方仍然擁有強大的實力及組織，甚至有實力促成政黨再次輪替。而這也是當年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社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嚮往與追求的民主制度。他們希望中華民國在台灣，從中央到地方層級，都能夠如實的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我今天的同理開講就在這邊結束，我們下一集1961年見，拜拜。